妙法莲华经浅释，常不轻菩萨品第20。常不轻菩萨忍辱行，以一个自尊自信的精神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内怀不轻的信解，外境不轻的处境，身效不轻的行为，口宣不清的言语，穿越时空的每个角落，化成妙法如莲花般的真理。得大士菩萨呀，如同前面我所说的，凡是对宣扬《法华经》的人辱骂、诽谤，他将会获得很大的罪报。但是宣扬《法华经》的人，相反的，会得到很大的功德呀。他们的6根，也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将获得完全的清净。持这部经的功德力，真是不可思议呀。下面我就说个故事给你们听，这是有关于常不轻菩萨精进传道的故事。常不轻菩萨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已经过了无量无边、不可思议无数劫前，那时有位佛陀，名叫威音王如来。那个时代的节名叫黎衰，国家的名称是大成。在威音王如来入灭后的相法时期，那时的比丘大多骄慢刚强。在这时候，有一位行菩萨道的出家人，他叫做常不轻菩萨。阿弥陀佛，尊者啊，我深敬你们，不敢忽视怠慢。喂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这个人。我也不认识。我不敢忽视怠慢你们，我深深的礼敬赞叹你们，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在实现菩萨道业，而且将来都将彻悟成佛啊！啊，真的吗？哎呀，那真是谢了。谢了。阿弥陀佛，各位尊者啊，我深敬你们，不敢忽视怠慢，你们啊，都将会成佛。常不轻菩萨见到每一个人，都是礼敬赞叹不已。
各位尊者啊，我深敬你们，不敢忽视怠慢，你们啊都将会成佛。阿弥陀佛，各位尊者啊，我深敬你们，不敢忽视怠慢，你们啊都将会成佛。那个人到底是谁呀？这个家伙的行为真是诡异耶！是啊，哎，有一个家伙见到每一个人都是说，我不敢忽视怠慢你。哦，有这种事吗？哎，他虽然是个比丘出家人，可是却不读诵经典，只是礼拜，并对每个人赞叹不已。好，我们干脆就给这个神经病的家伙取一个绰号，叫他常不清。常不清，嘿，这个名字好哎！常不清，真是妙极了，妙极了。但是他为什么每次见到人总是要那样说呢？哦，对啊，这我倒是没想到，真是叫人越想越不妙呢。还有啊，他又预言我们将来都会彻悟成佛，那么他把自己看成是什么啊？哎，他那样说啊，反而是在蔑视、瞧不起我们呢。哼，一定是那样，一定是那样，准没错的，准没错。简直把我们都当成是傻瓜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哎，有个人从那边走过来了。哼，果然是那个家伙，就是他。好，看我们好好修理他一顿。阿弥陀佛，各位尊者啊，我深敬你们，不敢忽视怠慢，你们啊都将会成佛。哎，你这个混蛋，竟敢说那种话来挖苦我们！我们才不要你这种虚妄不实的受记呢！来，大家上，好好的收理他，这个骗人的预言者！即使你们打我、辱骂我还是一样尊敬、赞叹你们。哎，这个家伙真烦死了！我们这么整他，他还不改口。是啊，讨厌。我的呼吸啊，越来越微弱。我想，我的日子不多了。常不清菩萨啊！到底是谁在说话？好像是天上传来的声音啊。分不出舍利，而起无量他。比丘比丘尼，其数如恒沙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《法华经》吗？我怎么忽然间能明白这经文的深意啊？哎，真是太好了！常不清菩萨，你的六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已经获得完全的清净了。来吧，从今以后，你将向世人宣扬现在你所听闻的《法华经》。可是我年老力衰，就快要死了。你放心吧，你的寿命现在已经延长200万亿岁以上。
你将为无量无边的众生广传这部不可思议的经典啊！这个常不轻菩萨后来怎么样了呢？那些自大骄慢、曾经辱骂、诽谤、打他的人，后来看到常不轻菩萨得到大神通力，辩才无碍，不但信服，还随顺他的教化呢。这真是不可思议呀！不仅如此，常不轻菩萨后来又度化了无数的众生，使他们也都安住在无上的佛智里。得大士菩萨呀，你知道那位常不轻菩萨是谁吗？他就是前世的我呀。原来是佛陀您呐！如果我在过去世时没有受持读诵这部经典，并为人讲说的话，就不能那么快就得到无上正偏知的。那些曾经对常不轻菩萨心怀恶意的人，后来也随业去阿鼻地狱忍受苦难，经过200亿劫之久都不能遇到佛陀，也不能听闻佛法，命运暗无天日。好惨啊！后来这些人受完业报之后，又遇到常不轻菩萨来教化他们，最后也都获得完全的开悟。现在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当时都曾经耻笑辱骂常不轻菩萨呀。真不好意思。这经真是妙不可言，曾经辱骂诽谤的人还因这经圆满菩提。得大士菩萨呀，你要知道，这部《法华经》会大大的利益诸位大菩萨的，会令大家提升到达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。从很久以前的前世以来，我就一直都在向世人宣讲解说《法华经》，也有无量无数诸佛一直在弘扬此经，我就快圆寂入灭了。在我圆寂入灭之后，你们要信奉读诵、解说、书写《法华经》，并且全力广为弘扬它，如此将可以生生世世遇到佛，并早日迅速完成佛道啊！